俄军进攻计划失败，双方陷入僵持。豹二 A6在库尔斯克被击毁，美澳谈判加大援乌力度。洲际导弹试射失败，俄罗斯投射能力堪忧。普京签署征兵令，俄罗斯兵源短缺。大局未定，泽连斯基携胜利计划访美。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近日，俄乌前线陷入僵持，地面部队的大规模活动已经几乎完全停止。在库尔斯克，乌克兰部队发动了小规模的进攻，出现在库尔斯克州突出部以西的格卢什科沃附近，但未取得任何确认的进展。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证实了这一说法。俄罗斯消息人士称，乌克兰军队出现在克列涅沃东南部、克列涅沃东部、苏贾北部以及苏贾东南部等地，但既没有交火，也没有任何战线推进的迹象。与此同时，俄军也在尝试进攻乌克兰占领区。俄罗斯第83空降旅的部分部队对克列涅沃东南的乌克兰阵地发动了攻击，但同样毫无进展。有消息称，俄罗斯正在调遣顿涅茨克共和国的部队以及更多的海军步兵和空降兵赶来库尔斯克增援。来自库尔斯克前线的最新视频显示，一辆乌克兰的豹二 A6主战坦克在无人机袭击中被摧毁。2023年年初，德国和葡萄牙向乌克兰提供了18辆豹二 A6主战坦克，但截至到2024年初，只有不多于6辆豹二 A6坦克仍在战斗。目前，乌克兰库存的先进坦克数量严重不足。有消息称，澳大利亚和美国正在讨论将澳大利亚新退役的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运往乌克兰战场。有消息称，澳大利亚可提供的坦克数量相当可观。今年7月，澳大利亚陆军退役了59辆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这批坦克最初于2004年由澳大利亚国防部斥资3.4亿美元购得。最近，澳大利亚陆军使用全新升级的 M1A2 SAPV3 取代了这些 M1A1。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政府曾向澳大利亚提出请求，希望获得澳大利亚淘汰的 MRH90 直升机，但澳大利亚国防部拒绝了这一请求。当地记者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此前曾与乌克兰政府探讨过各种方案，以运送这些旧坦克，但 M1A1 的再出口需要美国的首肯。而乌克兰东部战线上，俄军已经停止了进攻，转入了防守行动。据称，俄军正在用惩戒营部队以及前瓦格纳雇佣兵等替换掉乌克兰东部前线的俄军士兵。哈尔科夫乌克兰发言人表示，俄军正在用惩戒营新兵以及前瓦格纳雇佣兵进行小规模的步兵消耗战。在卢甘斯克地区，俄军的推进受阻，乌克兰军队进行了小规模的反攻，收复了斯瓦托维西北部的阵地。而在顿涅茨克前线上，俄军的活动则更为有限。针对红军村的突袭已经是强弩之末。目前看来，俄军尽快夺取红军村，摧毁乌克兰在该地区的立足点的计划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这很有可能是俄军灾难性的后勤问题导致的。自9月18日以来，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多个军火库，摧毁了大量的俄罗斯军火。乌军的行动将大大影响俄军未来几个月的战略部署。爱沙尼亚国防军情报中心负责人安茨·基维塞尔格上校表示，仅针对特维尔州一处的攻击就造成了3万吨弹药爆炸。根据他的计算，乌克兰的袭击相当于摧毁了俄罗斯2到3个月的弹药供应。有理由相信，乌军的攻击对俄罗斯弹药供应来说并不致命，但针对俄军后勤供应的打击无疑会极大地增加物资转运和储存的难度。俄军高层将被迫重组后勤体系，以减轻此类袭击造成的恶劣影响。开源情报分析人士称，卫星图像显示，在俄罗斯西北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进行的 IS-28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失败。据分析，在试射过程中，萨尔马特导弹在发射井内爆炸，留下了一个大坑，对试验场造成了严重损坏。网络分析认为，这枚弹道导弹很有可能发生在加注燃料的过程中，而不是发射阶段爆炸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是俄罗斯马克耶夫火箭设计局于2009年开始研发的一种以液体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10到16个分导式核弹头，也可以与高超音速武器配合使用，是新一代俄罗斯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2022年4月，萨尔马特导弹首次成功试射，此后俄罗斯军方声称萨尔马特导弹已处于战斗警戒状态。然而，自从2022年以后，俄罗斯的导弹项目就陷入停滞，屡屡遭遇失败。发生在上周末的爆炸事件标志着该导弹的第4次试射失败，而迄今为止，萨尔马特导弹一共试射了5次。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几天前，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警告欧美各国，宣称俄罗斯的核武器已经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不会随意使用核武器，也不会将核武器作为唯一胁迫手段，但他相信俄罗斯拥有的战略武器将对乌克兰产生重大影响。据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签署命令，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用于向俄罗斯武装部队配发更多的志愿兵。据悉，这一委员会将协调俄罗斯联邦和地方政府间的征兵活动，改进志愿兵的选拔程序，评估征兵宣传效果，加大对志愿兵及其家属的奖励。俄罗斯联邦政府此前曾表示，他们打算集中招募志愿者，在莫斯科开设军事服务咨询中心，将莫斯科定位为俄罗斯联邦招募工作的中心，投资更高质量的招募广告，并在联邦一级的招募活动中利用全国人物。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8月，乌克兰攻入俄本土后，俄罗斯官员宣称，乌克兰的行动促使更多俄罗斯居民产生从军的兴趣。据媒体报道，至少有36个俄罗斯地区在2024年增加了对志愿兵的一次性奖励，这无疑表明，在征召新兵方面，俄罗斯军队面临着严重问题。据彭博社报道，俄罗斯各地区所招募的志愿兵大约只有普京政府要求的1/3左右。梅德韦杰夫在2024年7月声称，俄罗斯国防部每天平均招募1000人。然而，在乌克兰和库尔斯克州的前线，俄罗斯军队每天的平均伤亡就要超过这个数字。如果俄军想要加强进攻，维持对乌军的压力，俄国政府就必须征召更多的士兵加入前线的战斗。然而，尽管面临着人力短缺的困境，俄军的战术指挥系统仍然僵化不堪。在俄乌前线，俄军依赖于步兵主导的正面攻击战术，在这一战术下，俄军的精锐部队，如空降兵和海军步兵等，与普通的俄罗斯士兵之间并无区别。此前甚至有报道称，一些俄军指挥官正在强迫技术兵种，例如狙击手、无人机和电子战专家等加入正面的冲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日抵达美国进行重要的国事访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个秋天将决定未来的战争走向。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结束与俄罗斯长达2年半的战争。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用来结束战争的胜利计划将提交给所有的盟友。周日，在和美国领导人会谈之前，泽连斯基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这家工厂负责生产乌军使用的155毫米炮弹。今年夏天，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了持续的进攻，将战线缓慢向西推进，而乌克兰则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开辟了新的战场。随着乌克兰东部前线吃紧，泽连斯基政府继续向西方呼吁，要求允许其使用欧美制造的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目前为止，北约并未开放远程武器限制。俄罗斯政府表示，如果北约国家批准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等同于北约国家正式与俄罗斯交战。普京声称，俄罗斯加入谈判的唯一条件就是乌克兰放弃东部地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于9月22日宣布，俄方不会参加乌克兰第2次和平峰会。泽连斯基在出访前发表评论称，美国和英国由于担心战争升级，拒绝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但泽连斯基暗示将在此次访美期间继续游说拜登政府放开武器限制。他说，未来的几周将决定这场持续30多个月、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战斗。他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考虑如何书写这段历史。本周早些时候，泽连斯基曾表示，乌克兰需要的是真正公正的和平。他希望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不让更大规模的战争出现。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周日的采访中表示，俄乌战争的双方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军事胜利上，对和平谈判没有真正的兴趣。按照日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本周3前往联合国大会，向世界发表讲话。据塔斯社9月23日报道，2名16岁的俄罗斯少年在鄂木斯克地区的一个空军基地内焚烧了一架米8直升机，当地警方很快就将其逮捕。其中一个少年表示，有神秘人通过 Telegram 联系他，只要他能完成相关任务，就能够得到2万美元的报酬。警方随即准备通过信件锁定神秘人，可惜的是，那位神秘人似乎早有预料，不仅没有向少年支付报酬，还删除了所有信件。目前仍不清楚这位神秘人的来历。这也就是说，俄罗斯只能自认倒霉，平白无故就损失了一架直升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过去2周内的第2起此类案件。9月11日，2名俄罗斯少年也曾点燃了一架米8直升机。事后，据调查发现，同样有神秘人向其承诺会给予500万卢布的报酬。
根据莫斯科时报以及彭博社报道，受乌俄战争影响，俄罗斯已经累计投入巨额金钱，可即便如此，俄罗斯似乎并没有收手的打算，仍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支出。根据俄罗斯军费支出数据显示，2021年只有 3.5 万亿卢布，2023年已经增长到了 6.8 万亿卢布，2024年更是达到了 10.8 万亿卢布。按照俄罗斯联邦财政部的计算，预计到2025年，该国的军事预算将达到国家 GDP 的 6.2%， 具体数额将会达到创纪录的 13.2 万亿卢布。除军事预算外，俄罗斯政府还将为警察、国民警卫队、调查委员会以及其他执法机构花费 3.5 万亿卢布。总的来看，光是军队和执法部队就耗费掉 16.7 万亿卢布，占据了俄罗斯整体国防预算的 40%。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能够缓和巨额军费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从2025年起，俄罗斯将开始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产业利润税也将增加。按照俄罗斯财政部的计算，此举可为国库带来 2.6 万亿卢布的收益。据 OVD 研发报道，莫斯科特维尔区法院对一名女子进行了公开罚款，原因是其在醉酒之后向俄罗斯武装力量合同兵服务的宣传海报吐口水。法院认为这种行为是在诋毁俄罗斯军队。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媒体汇总的数据来看，从2022年3月到今年8月，俄罗斯警方光是根据诋毁军队这一条约，就已经立案超过1万起，甚至对于重复诋毁行为，还将面临刑事责任。目前已经有数百人因为该条款遭到起诉。据加纳媒体9月19日报道，俄罗斯曾以安保工作的名义，诱骗该国14名年轻人奔赴前线，本该是签订40万卢布约 4.3 万美元工资的劳务合同，却变成了与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雇佣兵合同。紧接着，这些年轻人就在没有接受任何作战培训的情况下，直接被送往了前线。截止到媒体报道时，14人中仅还剩3人存活。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年轻人是通过一名本地同胞才了解到俄罗斯的安保工作，并为此支付了13万卢布的服务费。有媒体表示，在印度、埃及、尼泊尔和古巴等地，均有类似于这种中介人员的存在。他们会以高工资的形式来诱骗急需钱财的人们，使其自愿到俄罗斯，然后就会对其采取强制手段，逼迫前往前线作战。9月23日，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为了提升战场情报的分析效率，乌克兰自行研发了复仇者 AI 平台。目前该平台每周能自动侦测 1.2 万个敌军目标。复仇者 AI 平台由乌克兰国防部创新中心研发，主要是通过无人机与固定式摄像机拍摄的视频，自动侦测目标，继而提升乌军的战场感知能力，降低人为疏忽的风险。在庞大的敌军车辆影像数据的支持下，复仇者 AI 的辨识能力已经相当准确，有效侦测隐藏在森林中的战车，或者行驶在泥泞道路上的装甲运兵车。此外，乌克兰还在开发复仇者 AI 的云端功能，并将其整合到无人机上，目前已经启动招标，计划采购1万台搭载 AI 技术的无人机，强化空中侦察与打击能力。9月24日，韩国陆军第11机动师的100多名官兵搭载陆基风号登陆舰，前往卡塔尔参加10月份的联合军事演习。根据韩联社报道，在卡塔尔举行的联合军演将从10月14日开始，为期2周。韩国陆军出动了14辆装甲车辆，其中包括4辆 K2、4门 K9 以及6台作战支援装备陆基风号登陆舰，也将与卡塔尔军方举行首次海上联合演习。这是 K2、K9 首次远赴国外参加联合军演，也是韩国登陆舰首次驶向中东地区。韩国参加这次军演的目的也很简单，向中东地区宣传其国产武器的性能，并熟悉 K2、K9 在沙漠地区的运作情况。为了证明 K2、K9 的战力，韩国参演部队将对装备进行最大距离射击，以及针对特定区域射击的机动训练。加上卡特尔当地的沙漠气候，参演部队也会进行维修和弹药供应等作战保障训练。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9月23日下午1点至3点，俄罗斯伊尔38巡逻机持续在利文道附近徘徊。
期间接连3次闯入北海道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不得不释放热焰弹进行警告。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表示，对于此次俄罗斯入侵日本领空一事，总理办公室特别设立了消息联络室，相关部门和机构正在共同应对。据欧洲安全与防务网站报道，2019年3月，英国皇家空军与波音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采购5架17A预警机，总价值19.8亿美元。但在2021年3月，英国政府为了节约开支，对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审查，17A的订购数量也因此减少到了3架。不过，在乌俄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英国皇家空军表示，一旦有了足够的资金，可能会将数量恢复到5架。今年9月20日，波音公司对外宣称，为英国皇家空军制造的第1架17A预警机，已经在英国的伯明翰国际机场完成了首次试飞。在试飞的150分钟期间，已验证了所有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待后续测试通过后，波音将会向英国皇家空军正式进行交付。按照英国计划，待这3架17预警机全部交付后，未来将会驻扎在林肯郡的英国皇家空军瓦丁顿空军基地，并将由英国皇家空军第8中队负责操作，以取代2021年退役的 E3D 预警机。据欧亚时报报道，9月20日，韩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孝华在战略与国际研究所论坛上对外宣称，韩国正在考虑与菲律宾签署访问部队协议。随后又据菲律宾媒体深入报道称，双方之所以选择这种深度合作方式，主要是为了国防安全。此前菲律宾曾与日本进行过多次联合军事演习，但却从未与韩国军队一起参加多国军事演习。而且在今年7月，菲律宾还与日本签署了互惠准入协议，该协议简化了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军队在对方领土上部署部队和装备进行作战演习的程序，大幅提升了双方在共同御敌方面的作战能力。韩国自认为与日菲属同一阵营，再加上多年以来双方之间的军事关系不断加强，例如韩国向菲律宾提供了12架 FA-50轻型战斗机，以及多艘护卫舰、巡逻舰等。因此，韩国希望与菲律宾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更进一步。据中时新闻网9月24日报道，由于土耳其曾执意采购并装备俄制 S-400，美国于2019年7月将其踢出了 F-35项目。随后，土耳其一度破罐破摔，决定继续采购俄制战机，以弥补无法采购 F-35的空缺。不过，自从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北约与俄罗斯关系逐渐紧张，而土耳其身为北约成员，却装备着大量的俄制装备，其地位显得极为尴尬。再加上土耳其地理位置特殊，严重依赖欧洲国家的技术、贸易和军事支持等，因此土耳其为了能够缓和与北约之间的关系，目前正在与美国讨论逐步淘汰 S-400等俄制装备，并希望能够以此换取到 F-35的采购权。据希腊日报披露，双方此次的讨论重点主要涉及到土耳其400的控制权问题。美国允许土耳其在境内保留 S-400，但要将实际控制权转移给美国。这样一来，就能够使土耳其既不违反与俄罗斯之间的合约条款，又能够让美国安心使其重返 F-35项目，可谓是一举两得。不过，即便土耳其同意这么做，美国可能也并不会让土耳其直接就能采购 F-35，大概率会让其先从采购较旧型号的 F-16开始，然后再陆续把交易重心转移到 F-35上。据自由时报9月23日报道，由于日本的 EP3 逐渐老化，维护难度与成本不断攀升。为了能够确保该国的电战优势，日本防卫省正在开发以川崎 P1 为基础的新型电战机。其曾在 X 平台上发布过新型电战机的影片，显示该机机身与机首顶部具有明显的半球形雷达罩，以及凸起的特殊天线整流罩。这些设计细节凸显飞机的任务定位，显示出其将具备先进的电子讯号搜集与分析能力。另外，根据日本防卫省文件显示，即在2024年度编列141亿日元预算，并计划于2025年度追加预算，以加速该电战机的研发进程。预计会在2031年度完成原型机的研发工作，随后会在2031年至2033年间进行一系列技术测试，以验证原型机的整体性能，并进行必要调整。
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是否会割让东部地区？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